如果说一边是一辆崭新的3轮脚踏车，一边是不准偷拍王春兰洗澡，非得让你选一头，你会选哪一头？我当然不能选3轮车了，我肯定选不能让他们拍。这就对了嘛，这说明在你心目中啊，你女儿的隐私啊，要比3轮车要值钱得多，是不是？那当然，就是给我100万，我也不允许他们拍。好，我告诉你，这就是价值。犯罪嫌疑人呢，拍了王春兰的照片，就严重侵犯了你女儿的隐私，我们就得让她赔偿。春兰，向加害人索赔，这是法律赋予你们的权利，你们不能放着权利不使用啊！你们应当坚定维权，这也是对法律的一种尊重。啊，对了，除了我刚才说的罪犯赔偿啊，我们还可以申请另一项，就是政府赔偿，又叫国家赔偿。政府和国家，对，是这样的啊，按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同级检察机关在审查公安机关送来的起诉意见书和案卷材料以及证据时要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很明显，这一点他们在前期的工作当中出现了问题，才让你和王春兰的身心上遭到了一些打击。所以我们可以提出赔偿。我不敢要政府的赔偿。上一次就因为多问区指挥上要了几个钱，弄出这么大的事情，我不敢要，不敢要。王婆，这是两码事啊！你对区指挥长说的是气话，这么说吧，说实话，我对真正的凶犯的家境也不太了解。如果他没有钱，他没有赔偿能力的话，就算法院判了赔偿，你也拿不到，你只是得到了名义上的赔偿。但不过我已经打听过了。犯罪嫌疑人在被捕时身上有2张银行卡，共计差不多有8万块钱左右。但这些钱都是他敲诈得来的。按理是应该退回给被害人，但如果他没有找到被害人，没有受害者站出来指证的话，那这些钱理论上呢，还是应该属于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财产，可以拿出来赔偿。另外，政府的赔偿你们就不要担心没有钱了，我简单给你们透个底。我应该这次可以给你们争取个3、5万吧。我们还是不要。就算是3万，那也是春兰好几年的学杂费呢。兰兰的学费我都留着呢，这个我们不要。兰兰，咱不要啊。王鹏，你这人呐，我们现在跟你说的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涉及到你们对法律尊不尊重的问题。你不要这钱没有人会说你品德高尚，只能说你不懂法，是个法盲。法律是穷人最低的保护线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法律，没有人再有这么巨大的力量去保护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法律，不要让法律留下遗憾。其实这次我们来，也是法院让我们来告诉你的。还有叫人来要赔偿的。行了，王婆，这样吧，你呢也先别着急，你好好想一想，晚上我回去再具体做一个估算，看我们提出一个多大的金额最合适，然后我写一个申请，明天呢让肖律师拿过来给你们过目，同意呢你们就在上面签个字，你们看行不行？行，谢谢恩人，谢谢恩人。齐源，我们这几天认真的分析了卷宗之后呢，发现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在开庭前解决。你说。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跟您说一下抓获熊建林的全过程。我们是在达州市抓到熊建林的。熊建林他在实施入室强奸之后呢，拍下了被害人的裸照，并且把这些照片传到了被害人的手机上，跟他说一定要付5万元，他才会删除掉所有的照片。谁呀？我是物业的小刘。你们家楼上漏水了，我来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到你们家。你好。闭嘴！小声，要再出事，我就捅死你！你要钱，我有钱，我可以给你钱。你别伤害我。你想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把衣服给我脱了。
钱带了吗？带了。嫌犯出现了。好，嫌犯已出现。你的东西，你没骗我吧？没有转到别的手机上吧？神经病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给警察留证据吗？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你也从来没有见过我，对吧？明白。别给自己找麻烦。大部长，先等等，看有没有同伙。熊建林是在916案发之后逃到四川达州的，在这之前，他就在我市制造了2起强奸、敲诈的犯罪事件。据他自己交代，他一次勒索了5万，一次勒索了10万，10万，现在已经被他挥霍掉了7万。这个熊建林非常狡猾，专门挑高档小区进入，对被害者进行侦查，什么时候动手？他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入室以后，他是通过装修和陈设来判断这家人的富裕程度，以此作为敲诈时的定价依据。看来是个惯犯啊！我想，他应该伤害的不止一个人。熊建林交代过，连曲小燕一块儿，一共是4个人。他是从郊县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经人介绍做了某小区的保安，很快就被城市里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所吸引，开始了嫖娼的行为。但是他的经济收入呢，根本无法维持他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偶然有一次听见有人说，谁把女性给性侵后，还进行了敲诈勒索，这才开始动了心，开始了这种犯罪行为。他在小区当过保安，情况非常的了解，知道怎么对这个被害者实施侦查。第一次，他是扮成收快递的，敲开了被害者的门之后，进行了犯罪活动，敲诈了5万元。第一次得手后，他信心十足，很快在另一高档小区找到了施害对象。他在花园里发现这个女子正在给物业中心打电话，说自己家里边厕所的灯泡坏掉了，要求物业管理中心上门维修。但是物业管理中心反映要5点钟以后，所以女性在电话里边对物业管理中心进行了抱怨。于是他这次就装成了电工的样子，敲开了被害者的门，实施了犯罪行动之后，还拿刀威胁了人家，并且敲诈了10万元。他这个经常出入这个高档小区作案啊，针对呢都是比较富裕的人。可是这个王鹏好像不太符合这个他作案的目标。根据熊建林的交代是这样的，他第一次见到王春兰的时候是在一个综合的大型商场，那个老板他想要招揽客户，于是就让他们穿得非常的暴露。熊建林在第一次见到王春兰之后呢，就产生了心理的冲动。这个熊建林好像一直都关注这个王春兰。没错，他第一次跟踪王春兰的时候，发现了他们家后室的墙孔。第二次成功了拍到了王春兰的照片。本来呢，熊建林他对王春兰他只是拍了照片，并没有敲诈的企图，但是车子不你上火嘛你呀？直接举上的。就你们这么狗头军师，他下手就是让你们整的。嗨，哟，王鹏啊，哟，今儿赚大发了，收这么多废品啊！
走了吗？回来了。哟。哎呀，你知道王鹏啊，搁着几十万不算宽，一分钱不花，说是给闺女留了。嗨，自个儿整天就出去捡破烂过生活，我说怎么回事啊？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快点，老张，快点，你给我买。走。洗澡都太慢了，这样能成吗？他在得知王鹏家里有钱之后，他就决定，他不仅要性侵，还要进行敲诈。他就把犯罪的时间定在了当晚，而犯罪的地点就是在西福路39号的那片工地。他现在手上已经有了王春兰的照片，只要性侵成功，他就觉得一定可以敲诈到王鹏。原来是强奸未遂，难怪这个受害人的体内啊没有这个熊建林的体液。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觉得检察院和公安的兄弟们还真的是挺给力的。他们在起先起诉王鹏的时候，就已经分析出被害人他是受到胁迫而脱下的衣物。这样一看，还真的是这样。据熊建林的供述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曲小燕确实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和力量，尤其是熊建林在对她实施侵犯的一瞬间，他还是本能地进行了反抗，一脚踢中了熊建林的要害。这时候的曲小燕就像是个溺水者，一定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所以熊建林在剧痛中一拳重击，打晕了曲小燕。虽然这个时候的曲小燕已经没有了反抗的能力，但是剧痛也让熊建林失去了性侵的能力。但他还是做出了最恶毒的犯罪行为。他就这样把他杀了。整个过程差不多7、8分钟吧。熊建林这才知道当晚攻击错了目标，错把曲小燕当成了王春兰。熊建林知道自己犯案之后，就不敢在齐州继续逗留下去，当天晚上就流窜到了四川的达州市。可是没有过多久，他就开始旧病复发，又开始作案。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第一次就遇到了如此勇敢的姑娘，把他给告发了。熊建林甚至还自称自己是有一个
职业道德的罪犯，称把前2个受害者的钱收到之后，立刻删除了他们的照片，唯独王春兰的照片他没有删除，因为他从王春兰身上什么都没有得到，心里还留有一丝遗憾。检察院移送过来的材料里面啊，熊建林口供当中那2个我市的被害人呢，没有任何的书面材料和录音指证。但是这2个人，我们必须得有他的证词和询问记录才行。齐源，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发现的那个问题。这2个被害人，我们没有任何的材料，人家叫什么姓什么，家住在哪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甘愿受到敲诈而不愿意去报案，什么材料都没有。那这2个人的材料应该有啊，即使他们不是控告者，那也是证人，所以呢，得告诉这个检察院还有公安机关啊，补充他们俩的材料。我觉得这里没有问题。你说这么重要的材料，公安他们那边怎么可能会疏？我觉得一定是有意而为之。不管是疏忽还是有意，这2个人的材料一定要有。齐院长。齐啊，老牛，市局的侯支队来了，在你办公室呢，好像有什么急事啊。好。哎，老齐，等你半天了啊！哎，没给自己多杯水呢。嗨，有个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得当面跟你说一下。你说。上午你们小马给我打电话，让我补齐那个916案件之前另外2名被强奸、敲诈的妇女的材料。哦，是，是我让打的电话啊，你让打的啊？是这样，这俩人呢，出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找，人就不见了，消失了。消失了啊！哎，我已经能自己开发手机小游戏了。跟你说话呢。什么？我说我现在已经能自己研发手机小游戏了。恭喜你啊！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我这个人啊，最近就是不顺。你说好不容易熬到一个副院长，又赶上一个流年不利啊！你这是活该。你看你来中院1年半，上通天下锄地，中间搅黄了空气，不是流年不利，是你不会做官。就算是吧，以后啊，要靠你开发这个游戏来养活我们啊！想得美！哎，你说，你以后要是把所有领导都得罪光了，怎么在齐州混？我哪敢得罪他们？你说那个案子，他就应该这么判。我不这么判，我怎么判？我总不能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吧？可是这世界上乱判案的葫芦僧多了，就你最正直。谢谢你表扬我。现在要是这么看，吴书记还是一个非常磊落的人。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也能够理解，他就是想为自己这个1亩3分地增加光彩，添砖加瓦，生怕别人指出他这个地方有一点点污垢。喂。哦，朗局长啊，有什么事儿吗？好，没问题。你这样啊，明天上班之后呢，我，好，哎，方便，不麻烦。那这样啊，是904啊，
谁呀？来了。哦，郎局长，你好。哎，进来，进来。好嘞，好嘞。我给你沏点茶，郎局长。去，不用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啊，好。郎局长，有什么事情您吩咐。啊，我今天啊，特意登门拜望，我是来向您请示，向您汇报。啊，您说啊，齐院呐，我还真的是有一件小事儿啊，要跟您汇报一下。啊，他呢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正局级，他呢有个干女儿，不久前啊出了点小事儿，他的意思呢。就是让我再跟你说说看，咱们能不能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啊，稍微的做一点变动啊？是，郎局长，你看啊，按理说呀，在不违反大原则的情况下，咱们变通一下呀，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跟你汇报一下啊，他这个案子啊。它有它的这个特殊性，这个案子呢，犯罪的手段呢极其的恶劣，而且呢非常非常严重。如果判不好的话呢，有可能啊，这个老百姓啊都不愿意，激起民愤。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办的。好，那你看一下齐院，这两个人的材料。能不能不报？就当他们不存在嘛！啊，郎局长，你这给我出了个难题啊！这不报啊，不敢啊！你看啊，当事人啊，熊建林口供都录完了，不管是笔录的还是录像的，他都有。如果要是不报的话，那就是隐瞒事实。如果呀，要是被人查出来，那不是丢官的问题，弄不好啊是判多少年牢的问题。所以谁都不敢这样。我相信，郎局长这一点，你比我清楚的要多啊。那是。那齐院呢？这件事儿。就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个办法有，咱们啊就用正常的渠道，没准啊就是最稳妥的。因为啊，我们法院啊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啊和秘密啊，这都是我们的责任。如果要是通过我们这边泄露了当事人的一些隐私，其实你们啊都可以告我们是要吃官司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从正规渠道来走，我觉得是最安全的。那行吧，我回去就这么跟他们说啊。实在不好意思啊，郎局长，还你跑一趟。哎，早知道你打个电话，我们沟通就完了。哎，去，应当是我不好意思打扰了啊。那我就告辞啊。你再坐一会儿吧。不坐啊，还有点事儿。好，那咱们后会有期啊，后会有期。啊，我送送你。不用，留步。哎，你都听到了吧？嗯，有些事情啊，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呢，喂，啊，郎局长，您说什么？我说郎局长，你千万不能这样，做朋友也不能这么做的啊！不行！
我跟你说，郎局长，这个卡我不能要啊，我一定要还给你。我现在下楼就还给你。如果要这样的话，我就会送到纪委或者送到你单位。啊，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哎，你别跟人发火啊！他说的对，真是流年不利啊。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郎局长，怎么就是个法盲呢？本来正常渠道能解决的事情，非得用卡来解决，这弄不好就是鸡飞蛋打，满城风雨。人家虽然不懂法，但是会做官，你懂法，一点官都不会做。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做官？啊，我告诉你，我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行政干部，我是法官，国家2级高级法官。消息可靠吗？不会有错的。张元金的老婆何苗在市公安局工作。他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郝行讲的，正是其中一个女子，就是丁建业的女儿。丁建业，那个人大副主任。对，就是他。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齐恒和丁建业已经暗中达成了协议，就是丁建业在人大常委会帮齐恒翻案，而齐恒呢，帮助丁建业他的女儿保住他的名誉不受损失。太有这个可能了。秦恒手里捏着他女儿的把柄，然后要求他在人大会上替他帮忙。他们2个完全可以达成这样的协议。是啊，公检法的人都应该很清楚。老姜，哎，局长，坐下。好。什么事儿？上面的领导来电话，都非常关注这个案件。啊，这个案件的补充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交给法院？令局，这事儿我刚要找你呢。这材料不好办。怎么回事？这个丁副主任的女儿一直躲着不肯见面。啊，那丁副主任呢，每次见到我们就大发雷霆，说我们什么恶意陷害，还无中生有，反正那话可难听了。那我们也解释了，说这材料是法院要的，不是我们要的呀。那我们也没辙。但是不管说什么，他就是不听，而且他还执意要祈愿亲自去找他，其他人都不好使。另外还有一个被害人呢。哦，那个郎局长也说了，只要丁副主任的女儿她肯出庭作证，那他的干女儿也可以。要不然的话，他也不愿意啊。唉。黄记者吧？黄飞忠。小姐，你是？黄记者，肯定有些奇怪，以我素未谋面，为什么要请您喝茶？我是记者嘛。黄记者的堂兄黄飞兴是在水管局当副局长的。是。 2届的副局长了，早就该转正了。这水管局的局长郎月平，你应该听过吧？听说过，但没接触过。有人检举他生活作风有问题，长期在外面包二奶。这我可真不知道。有关部门现在已经介入了，也与他本人有了接触。你堂兄多少应该听到一点风声啊。 真不知道，我也很久没有跟堂兄联系过了。
这在外面包二奶的官员，100%经济上都有问题。你纪委的？这个你就别多问了。我们只是给你提供一些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人帮我们检察机关提供一些信息，协助检察机关办案，是会立大功的。黄记者，那我就不打扰了。对了，茶不错，您好好品品。吴书记，事情是这样的，昨天呢，纪委收到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人呢是水管局的副局长黄飞新，被举报人呢是水管局的局长郎月平。举报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郎月平走马上任以后，决定对水管局的大楼从外墙到内饰来一次彻底的装修。可是这些从外墙到内饰还7层新呢，全部砸掉重来。第二呢，园区的绿化也要重新改头换面，原来好好的花草树木全部拔掉，重新栽种。第三，园区的这个道路设施全部毁掉，也要重新来过。据说这个工程啊，花费了有6000万呢。据知情人士反映啊，4000万都用不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工程是给他的一个亲戚做的。那么至于这个亲戚给了他多少好处费，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有一套240米的别墅，还有一个20几岁的女人，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实名举报信里明确地标记出了这个别墅的位置，也说出了这个女人的名字。监察委的胡局长啊，他说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检举信，检举信里边提到的那个作为礼物送给郎月平的那个女人，就是916案件的真凶侵害过，花了10万块钱买回照片的那个女人。公安局啊找过郎月平几次，可是他总找借口推脱，坚决不让那个女人出来指证，这本身就让人起疑呀。你们2位主管书记得拿个意见啊？我觉得，既然有人举报，又是实名举报，那就应该一查到底。对，查，坚决的查。不过要是让监察委查呢，他们得按照程序，一步一步的来。我担心的是夜长梦多。不如先让纪委把他给归下来，兵贵神速，让他没有做小动作的机会。这个时候还敢顶风作案，这完全是丧失了党性原则的反面典型。所以我同意对郎月平马上实行双规。通知下去，半个小时以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对违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是什么人？是你的朋友，一个想帮助你的人。丁平，我劝你还是主动到公安局去，指证过伤害你的罪犯，马上去。什么指证？你说的什么？我不懂。你就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你知道，跟你同样遭遇的还有一个女人。这女人仗着她干爹是正局级干部，不把公检法放在眼里，跟你一样拒绝合作。结果呢，你该不会不知道吧？我知道什么啊？这女人的干爹1个钟头前被纪委双规了。他得到消息后，鞋都没穿好就往公安局跑，
哭着喊着要求指证，可人家还不爱搭理了，说忙，到现在还站在太阳底下等着呢。是我。你谁？您暂时不用知道，老领导，我是担着风险来给您通个气儿的。什么事？你说。老领导，我看您还是让丁平去法院指证吧。齐恒本来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白眼狼，现在又被那些吃瓜群众称为齐州的包青天，更是红着眼珠子逮谁宰谁。今天上午，他硬是逼着吴书记下命令，让市纪委把水管局的郎局长给双规了。什么？郎耀平被双规了？老领导，我再给您透露一个秘密，你们真以为给了钱，那凶犯就会彻底把照片删掉？他会有这么傻？他留着准备再敲你们几回呢。这都被齐恒问出来了，齐恒是故意不捅穿，就是想让你们自己去说。实在不说，他就让人拿着这些照片找上门，到时候你的女儿就会从被害人变成包庇人，成同案犯了。这个齐恒。喂，是李明啊，什么事儿？这不得了，这怎么得了？天哪！什么情况？咱家小平这还没有自杀了，这小平自杀了！老爹，老爹，老爹，来人呐，老爹！齐越，哎，该下班了啊，知道，忙完了马上走。齐越，怎么了？齐越，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你说，1个小时前，市人大丁建业副主任的女儿丁平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安眠药？这还没完。丁主任听到他女儿服药的消息之后，当场昏死过去。现在父女俩都躺在省医院的急救室里头。啊，这样的话我得去看看。你去干什么？我去看看他们。你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医院里盯他去了好多人，他们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不正好撞枪口上了？怎么是撞枪口上？你还不明白？丁平就是不愿意作证，才吃了安眠药。丁主任就是因为他女儿吃了安眠药之后才昏倒的。现在在他们心理当中，咱们法院就是罪魁祸首。怎么能是罪魁祸首啊？我反复的强调，绝对保密，绝对不会泄露的。人家不会这么想啊，他们觉得我们在出他们洋相。要不他女儿为什么吃药？怎么会呀？我还得去找他们。不，是要说清楚，但这不是现在。等过2天咱们俩一起去，到那个时候，丁主任的情绪有个平复一些，有些话也好说一些。好吧，就这样啊。罗总，怎么样了？
丁家的女儿还在医院抢救。那老头呢？大面积脑溢血，已经不行了。罗总，这次的玩笑是不是开得有点大了？我没开玩笑，我呢是要给他们一个警告，提醒他们啊，不要动不动跟上面的领导啊唱反调。你给我记住啊，这件事情啊，是齐衡把那老头气得脑溢血，也是齐衡把他气死的，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哎呀，不过呢，我总觉得啊，这事儿啊还没完，后面还有。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抚几段的诱饵，捕获缥缈的唯美。我相信自己，生如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耀眼如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是一滩